想拿这个要挟我，我先把自己自嘲了一番。是没事呢，反正就是你们俩好不好？也没有别人了。凉粉一家亲。哥哥，帮我拿一下柠檬茶可以吗？你学人家嘛。其实我有1.69米。我信你个鬼！主打多人室外公众场合竞技强制道具惩罚于一体的户外体验栏目《黑心公测》第4期来了。这次我们看热闹不嫌事大，直接对比发布热度劲爆的小米17还有 iPhone 17，今天全程呢都是四哥还有黑哥的真实体验。那要是米粉跟果粉打起来，那我就先走一步了。打起来！楼个雨先来抽取每个人的隐藏任务。今天拍摄结束都没有完成的人就要接受惩罚。要是所有人都完成了，那就随机抽一个幸运儿倒霉一下好了。好，刚才我们2台手机同时开了一下机，2台手机的时间都是差不多。那既然都已经来到了广州著名的爱情打卡点，各位朋友们，身后居然是个爱情树。老广，作为老广的我，生活在这20多年，我都没发现居然有这样一棵树在这里。反正来都来了嘛，主打一个体验一下，分别让2位拍一下样张，看一下2个手机在户外今天的天气还不错的情况下，他们的表现如何。好，来1、2、3。哎呀！刚好在北京路的这个爱心树打完卡了之后，我们现在就用2个手机的第三方导航一起导航到咱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哪里来着？百度地图导航。月潮楼。月潮楼，来，各位出发。出发吧。现在 iPhone 的边框稍微有一点点温热了，已经。就刚才拍完照片之后，四哥你的呢？你的什么？你的手感怎么样？手感啊，就这样子，就正常嘛，有一点温热。偏了。iPhone 果然是最有效果的。iPhone 偏了。iPhone 是最有效果的。哎，又变回来了。哦。不是，那怎么走啊？导航，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啊。这怎么这样走吗？啊，这样走。但这样走路口不对呀，对吗？这路口不对呀，你看一样吗？一样的呀。哦，那可能是我有点不太识路，走吧。可能是我有点不太识路。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不就是它就自动的呀？哦，那自动的激发亮度会比走吧。小米的好一点。就是在我们等师姐的时候，师姐坐的不是福气。各位朋友们，仙女也是要拉屎的。已经聊到这种话题了吗？他想拿这个要挟我，我没有要挟你，他想拿这个来损害我的公众形象。我没有要挟，我先把自己自嘲了一番，这种机会我只留给我自己。我没有。你是来拉屎的吧？哎，我导航没了，我导航结束了，你呢？要绕过去才算是真正。那不是，那他的导航已经结束了，iPhone 的导航已经结束了。事实证明 ，iPhone 的那个导航是有时候会有。对啊，它导航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没到呀。苹果上一次已经开始飘了，你没发现吗？对，这导航我真的是刷新，我没想到它用第三方跟用自己的都一直在飘。其实上次说错了，其实上次是我们用了2个不同的地图，它都出现了一些故障，就定位的不准确的情况。这也就是月潮了。然后我结束了，不要。逆光。哇2倍2倍。
现在就在这个月潮楼的一个阳光楼梯的这个地方，这里也算得上是北京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新地标了。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你们俩应该也是在这里相对能给我出到片的了。而且呢，如果是第一次来北京路的姐妹们呢，也可以来这里打卡一下。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整个北京路的街景。然后我们现在使用了大概1个多小时的 iPhone 17。从开始到现在耗电是8%，现在剩92%的电。握持的话是边框和这个位置会有点烫，但是它的地图导航精度没有小米17好。户外的话，小米耗电3%，现在是97的电量，然后就拍照导航嘛，跟 iPhone 的那个使用强度是一样的。然后拍照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它爆胎有点升温嘛，因为我们都在户外去使用，它就会有那个，你看它又有了。然后他发现全部都是灯，他要把那个屏闪关掉。对，你会看到它开始卡，这个波动，这个是1倍的，理论上来说，可能是温度高了，它开始掉帧，还是怎么样？好了，各位朋友们，我们终于混到了中午啊！那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餐厅这里。那待会儿呢，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奉献一下咱们小米17还有 iPhone 17对食物还有室内暗光环境下的一些拍摄的表现怎么样？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这里可能会玩一些游戏啊，反正就是各方面表现，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小 bug 会出现。因为刚刚在外面的高温下，其实2个手机，苹果17的话，可能已经有微微的热血膨胀的那种感觉了哈。我们先点菜吧。吃，你就知道吃。我哋中龍冇人嘅喂，又唔打嘢又冇中龍，咩意思啊？擺爛啊佢哋！喂，在頭上爆扣！哇！太搞！打半个小时游戏，画质是极致，帧率是60帧，因为现在的新 iPhone 还不支持高帧率，还只有60。刷微博挺流畅的，打游戏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信号不是，对，信号不是，然后中间出现过1、2次的卡顿，屏幕稍微有点热，感觉拖的手指有一点点感觉，然后其他的机身都是温热。整体来说，手机没怎么发热，其实相对于刚刚导航跟拍照的话，这个热量是比较低的，就是没有怎么升温。绅士们，我们现在已经吃饱了饭了，同时呢，也在饭后进行了半个小时的王者荣耀的一个竞赛，还加了20分钟的一个高刷微博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体验。那我们接下来呢，准备跑到户外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现在今天应该是30多度，34、33度的一个温度下，然后我们在户外拍摄视频10分钟，看看它们整体的一个稳定度啊，还有画面的质感怎么样。Hello， 我们现在已经到户外了，我们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好好的感受北京路的魅力，同时会开启一个为期10分钟的一个视频录制，看看哪个手机的表现如何。反正就是各位朋友们，如果来北京路找吃的话，一定要来惠府东路这边看一下，因为这边小吃的本地也有很多，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餐厅啊，然后吃的喝的，这一条路都是吃的，反正就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一条街。啊，走到外面的话，整体来说那边就是一些品牌的店了，反正就全国各地可能都会有。这边的话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有本地特色一点。有没有看到已经在卡？是有点。但是它已经开始卡了，你看这个很明显的。要不你拍我跑过去，然后我一指你再上摇算了，好不好？来准备。跑起来有点奇怪。啊，真的吗？猥琐一点不好吗？哦，还有各位朋友们，北京路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建筑，现在是另外一个新的景点了，就是咱们的 Miniso Land。由于现在我们录了10分钟视频，四姐又不知道去哪里了，然后我跟四哥
我在。我跟师哥老套路。总结一下使用感受，苹果17录制10分钟，电量消耗68%到61%，然后边框这里是有点烫手了。降频的话，因为我们中间去了一趟室内，感知不到降频，可能没有就自动调节了嘛。然后在室外的话，感觉是能看清的。录制视频10分钟耗电5%，然后呢，整体发热的地方是这个位置嘛，就是芯片的这个位置。下面的话，其实握持的话，只是微微温热，但不会非常烫手。整体下来，但是呢，在录制到1分钟的时候呢，它这个画面呢，就取景框看到明显画面是有不够丝滑的情况，就会有卡顿，但它的取景框没有显示足够6指针。整体的话，我觉得画面是没有那个苹果亮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激发亮度都是一直下来，无论是导航还是录制视频都不够亮。但是在户外呢，还是能看清画面，但不够亮。我们录制的时候是横屏录制的，就是这样子横屏录制，但是它呢回放的时候，它明显是没有明白我这个画面的，或者说它是那个陀螺仪的问题，就它这个是应该是一个 bug， 就可以后期修复的。然后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那我们只能这样子会比较全屏嘛，我只能这样变焦的时候，明显有一个那个 bug， 也是一个就它非常的不连贯，这样就是废片了，有可能会变成如果这个。下面测试一下手机的在太阳底下的激发亮度。现在太阳在慢慢的露出了头。现在小米变暗了，你看出来了吧？对，小米降频了，突然就暗了。这才激发了几分钟？不知道嘞，它现在突然就暗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它要亮一点的，现在它突然整个画面的，你看那个白色的地方和灰色的地方就看出来了。看到了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你说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收到北京路啊！收不到脚，不用了。它是半身，不是2倍。我知道了，来了。1、2、3。完了，他走了，他走了。经过我们刚才太阳光的激发亮度的测试和给师姐拍照的一系列操作之后 ，iPhone 17的屏幕亮度开始降了，现在已经达不到它的最高亮度了。你看，从这里开始到最上面是已经没有用了的。我是他放下手机，对。为什么今天我感觉2个手机拍的人都那个腿都挺长的？为什么今天拍欣姐的腿比较长了？因为上次帮欣姐拍完之后，我痛定思痛，然后1个晚上没睡好觉，然后去奋力的去学习拍照技术。你看他想鸟你吗？没错，痛定思痛，痛定思痛，可以。皮真，稍息，皮真。Hello， 大家好，现在是 iPhone 17在户外跟同事鱼头人进行语音通话，大家感觉这个微信语音通话的降噪质量怎么样呢？可以听一听。大家好，这里是小米17，我们在北京路跟我们的同事鱼头人打语音通话，大家觉得通话效果怎么样呢Hello， 兄弟们，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北京路外的一家外摆的一个地方歇歇脚，然后呢，顺便来一个公费摸鱼，同时在这里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扫码挑战。OK， 准备1、2、3。下面给大家进行的是小米17还有 iPhone 17的一个网络测速。那由于我们的4哥对中午的赛果非常的不满意，在他极力的一个上诉下，我们的委员会、我们大会决定再给他一次重赛的一个机会，让他们正式的非常公开的一个1v1的情况下再来对比一局，看看究竟谁能赢。真男人1v1，退出干嘛？你是不是不敢了？我手抖了，是不是害怕？我手抖了。纷争开始了。呀，把我杀！哎，不好打。都有给力了，成就我的底裤。天啊，一技能！我操！有没有可能不会？我不想死啊！我操！A， 还是后面完了！哎呀！赢了！对面推得快。
没事，输就输了，人杀的过瘾就行了。真男人1v1。所以其实是黑哥放牌，并不是师哥实力得到了。你看，我这个叫田忌赛嘛，不一定。7.0分。 26到38打了12分钟的游戏，耗电4%，手感有点热。那我们你多少？耗了2%的电。那我们先看早上的表现吧。我们早上呢去了一个月草楼的地方，然后这一张呢是 iPhone 的样张，然后隔壁这一张是一个小米17的样张。可以先看出来，首先就是 iPhone 整体来说就是会比较还是偏灰一点点，然后小米也是无美颜无滤镜的情况下呢，它整个质感看着就感觉已经是有后期过的那种精致感会更强，同时我觉得饱和度上也会更接近肉眼看的一个色彩，所以它在一个室内偏向微微的逆光的情况下，我觉得小米在这方面的拍摄拍人像来说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 iPhone 17上次也给大家说了，它会有点灰灰蒙蒙的感觉，这个到今天来看依然也是这样子的。但放大看的话，皮肤质感都差不多。其实两个看的一个皮肤质感，小米相对来说会更清晰一点点，在一个微逆光的情况下。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下午的一个太阳光线下的一个人像模式的一个拍照。先看这个是小米的样张哈，小米的样张呢，就是打开的时候它会默认有一个，我觉得是有美颜的一个效果，所以它整个人看上去呢会更加的有通透感，同时我会觉得把人拍的更加有立体感了，会微微的有点混眩感，不知道为什么就。同时我觉得它在这种光线特别好的一个微微的逆光的情况下，它的细节处理整体来说都是挺不错的，比较适合那些如果是拍照相对比较手残一点点的男士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选项哈。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 iPhone 同样的一个人像模式，就写实派，各位朋友们，写实派就是光线它的一个光感上吧，还有一些细节上，反正就非常的还原。然后人呢，也就是会偏雾蒙蒙一点点，没有那边的那么有精致感，那么通透感，因为 iPhone 是没有美颜的嘛，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人像上的感觉。那如果是想要更安全、更好出片的话，那就是选小米会更好一点哈。那另外就到咱们这个自拍的对比，我今天就专门的在同样的一个背景板下，同样的一个角度，然后同时的去拍同样的一个，这个是拿 iPhone 17拍的一个前置的一个自拍。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会在自拍上我还是喜欢 iPhone 的，因为我觉得小米，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小米的样张，特别的红。它取景框的时候是没有感觉到那个红色的 LED 灯的一个光感有这么强的，但是在相册的时候传到我手机在看的时候，它的最后的一个成像就是会很红润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太红了，很奇怪，已经失真了。所以自拍的话，我可能不会选小米这一票，我会投到给咱们的 iPhone 17。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中午吃的这一个越南菜的一些食物样张的一些表现吧。我先说这一个小米17，当时我拍的时候，同样的一个角度，同样都是2倍去拍的，我感觉当时的一个取景框吧，我觉得它是有视觉上是有畸变的，但是呢，在相册去看那个图片成像的时候，它又没有，就有点奇怪。那同样的，我也觉得小米它的颜色的饱和度还是非常的高，我个人觉得不是我个人喜好的一类吧。看绅士们的选择，有些朋友可能就喜欢这种饱和度、色彩鲜艳的感觉的朋友，可能就会更喜欢小米的。苹果这边的话，我觉得看那个餐具的一个细节上吧，还有它的颜色度还原上的话，因为我是色感很敏感的人，我会觉得苹果更符合我的追求，我更喜欢苹果17的表现，颜色我觉得更还原，就没有说饱和度那么高，但是它还原度会更高一点点。这个不是各家安卓手机都在强奸融咱们的 iPhone 嘛，可以看一下他们照片互传啊，然后信息各方面的一些消息互传，它具体的一个传输上啊，或者是使用起来流不流畅的一些问题。那小米 OS 3升级之后呢，能互联 iPhone 了，在小米上就能看到 iPhone 的消息跟验证码之类的，然后呢还可以查找 iPhone， 开启热点、互传照片、文件等操作，这样呢对双持档来说确实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传输的速度也挺快的。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使用的是 iPhone 17标准版，因为上一次户外我使用的是 Pro Max 嘛，今天拿到这台机的第一手感，然后也不会说太大，
它的续航确实有点拉，它的续航才3692毫安时，对比小米17的7000毫安时还是差很多的，现在已经23%了。然后小米还有50%多，应该是，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如果使用1天的话，可能就要充电了。下一个就是它的焦段的话，只有2倍，小米的话是有一个2.6倍，但是对于空间的压缩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帮助的。iPhone 强的话，就是它的录像要比小米要好很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上次的户外测评我们也有提到过，就是 iPhone 的那个导航一直是不太行的。但我们上一期跟这一期的使用过程中会发现，它的导航确实会有一点。飘来飘去的，就导航到一个地点之后，其实还没有到的，然后它直接给我停掉了，把导航发热的情况的话，拍照加导航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降频，其他的就没有啥了。总的来说，这台手机的大小，包括它这一代升级成了 ProMotion 刷新率的话，我是感前几代是要更好更直的。之前的 iPhone 的用户的话，可能 iPhone 17会比 iPhone 17 Pro Max 更有一点诱惑力。好了，现在来总结一下今天使用1天这个小米17的这个使用感受。首先，我觉得比较大的优势在于它的这个续航，现在从中午的11点多用到现在多，它的续航它剩余电池还有56。那我觉得在这个小屏手机加上长续航的这一块的这一次的答卷，应该是小米，我觉得是写的不错的，解决了这个小屏手机续航问题。但是呢，在今天使用的过程中，也有一些软件上面的问题。第一是人像模式下面有2张照片是出现了这个背景过曝的一个 bug。另外的话呢，在录像的过程中，它的这个取景框会有出现卡顿，但是我刚刚复看的那个录像的话，它其实实际上录的是比较丝滑的，但其实取景框上面的体验是没有那么好的。第三就是我们在用横屏录像的过程中，它最后成像是竖屏的，就是在录像的陀螺仪上面也是有一个 bug 的。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拍摄比较多灯光的情况下，对着灯的情况下，它依然会有这个灯的频闪的效果。这个其实它是能避免的，但是它识别是比较慢。好啦，又到了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3个分别的隐藏任务的完成情况怎么样。来，我先说我自己的，我的是对思哥做的一个，就是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拿着他的手机帮他保管3分钟。然后是5颗星的一个难度，可想而知是不可能完成的，各位兄弟们。有2颗星的，有曾经拿走过吗？我就帮你借了你的手机，拿了3分钟，但是没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的从你那拿走过。你的手机一直放在你前面的兜里。今天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系列，我的任务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拉开同伴背包，他们甚至没有背包，没有背包，完不成吧？2次拉开拉链2次。师姐的是没有拉链，我的包是没有拉链。黑哥是你今天有包吗？有啊，不是他有包啊。我对，所以我拉开了那个黑哥的呀。哎呀，但我觉得这个难度系数怎么只有3颗星呢？我感觉都可以，这个是很危险的行为，不要模仿。哎，不对，我那个是干嘛？我的这个是和2人 high five。这资格是完成了，跟我没有，还不如来个实力紧扣。欣姐这个太难了3根的，它太明显了。神不知鬼不觉系列。那我们现在先来把咱们的惩罚给抽一下吧。像那种模拟什么？做鬼脸坚持30秒，太简单。做什么？做鬼脸坚持30秒，他不能做他哪里？你这个做法让他坚持30秒。他回过来了，合肥啊！其实我有145斤，这个算小秘密吗？应该算吧。不是公开。重量是算小秘密的呀。再说一个小秘密，其实我有1.69米。这种嗲嗲的声音，对其他2人塞掉3遍。哥哥，帮我拿一下柠檬茶可以吗？你学人家嘛？学什么？你看哥，给我拿一下柠檬茶好吗？够吗？够吗？够了。好了，
第4期的黑心公测就到这里了啊！希望呢，绅士们可以多给我们提。对啊，第4期了，多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然后也希望可以收到你们的一键3连。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比心。